导儿先辈，吃大闸蟹真的很容易，今天一个视频给你们讲明白，赶紧点赞收藏，以后吃蟹就不用愁啦。吃蟹的工具只需要一把剪刀就够了，掰掉蟹脚，掀开鳍盖，鳍盖里面往往会带一些蟹黄出来，不要浪费。掀起它的盖头来，盖头掀得好的话，里面就没啥可以吃的了。这层黑膜是螃蟹正在发育的蟹壳，影响美观，但不影响食用。而这些白色的物质是螃蟹受热变性的蟹血，这个不建议吃。黑膜中心藏着一枚小白片，这就是传说中的蟹心。这两个白色的小耳朵是血囊，蟹心和血囊中贮存蟹血，而蟹血中的高致敏性蛋白质会引起部分人群的免疫反应和不耐受，导致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泻。但是古人认为这种症状产生的原因跟晚上睡觉不盖被子导致腹部受凉是一样的，都是寒邪入体。所以蟹心和血囊自古就被认为是极寒之物，但实际上它只针对部分人群，其实大部分人吃的蟹心也不会怎么样。蟹腮剪掉，这个狗都不吃。前端的这个三角形硬物是蟹胃，可以嘬一口，但不能吃。蟹身掰开，中间藏着一根蟹肠，里面有奥利给，不建议吃。剩下的部分就是精华了。这橘红色块状物是母蟹的生殖组织，俗称蟹黄，而公蟹的这一部分是乳白色的膏状物，俗称蟹膏。公蟹、母蟹都有了这些明黄色的酱状物，你可以叫它蟹黄，但实际上它是大闸蟹的干一线。这玩意儿油脂丰富，鲜香浓郁，如同酱汁一般，跟蟹黄、蟹膏混在一起。大闸蟹大半的风味都来源于此。但是因为干一线是解毒器官，比较容易富集重金属、二恶英等有害物质，所以大闸蟹虽然好吃，但也不要贪多。蟹身两边横着剪开，可以轻松掏光里面的蟹肉。蟹钳从两侧剪开，然后一点点用剪刀掰碎蟹壳，就可以完整的取出蟹钳肉。大腿的两端剪掉，用小腿把大腿肉怼出来。这样一只完美拆解的大闸蟹端到心上人的面前，他一定会很开心的，赶紧去试试吧。导儿先辈苦等了半年，小龙虾终于上市了啊！今天刚去菜市场买了整整10斤小龙虾，我们一次吃个够。一般印象里吃小龙虾都是在夏季，现在这个季节似乎有那么一丢丢早。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4、5、6月份才是吃小龙虾最好的季节，真到了深夏，小龙虾就不好吃了。至于为什么，做个对比大家就知道了。这里呢有2组小龙虾，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猜一下哪一组的虾比较好。盲猜一下，我觉得选2的应该会比较多，毕竟这一组一个个都跟大将军似的，身披血甲，生龙活虎。反而看1组这几只，个个都蔫不拉几的，老可爱的情的，怎么看都是2组完胜，但事实却恰恰相反。2组这几只叫做红壳虾，也叫铁壳虾，挑一下它的老火。绑硬这种呢是小龙虾的完全体，个头大，活性好，但是因为它的壳非常硬，所以很难入味。而且这种很长时间没有蜕过壳的虾，身上会淤积非常多的脏东西，可以看到每一只都非常的脏，包括它的内脏，所以吃起来会有一股淤泥味，只能用麻辣13香这种重口的做法来掩盖。而这种青壳虾呢，其实就是还在蜕壳期的未成年，所以身上一般都很干净，可以看一下每一只都非常干净，对比之下更是一目了然。这种虾的优点就是壳薄肉嫩，而且没有异味，不管是清蒸还是重口的做法都非常好吃。所以懂行的人买小龙虾的时候只会挑这种青壳虾。现在这个季节青虾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到了深夏，红虾会越来越多，青虾会越来越少，所以吃小龙虾一定要趁早。我最近呢也是在网上看了这种小龙虾的另类吃法，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下。我一般处理小龙虾的时候，只会去掉它头部的胃囊，虾线我尽量是不抽的。别看虾线这么细一条，但其实抽掉之后会有很大的一个洞，蒸汽或者汤水进到虾身里面，就会对肉质造成破坏。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
好啊，这两种呢都是网红吃法，我之前也没有试过，不过看着还是挺诱人的，特别是这个榴莲，哇，好臭啊！烤过的榴莲这么臭的吗？这有点过分了啊！这个味道我实在是……我虽然很喜欢吃榴莲，但是这个味道确实有一点过分浓郁了，顶不住，顶不住，确实有一点顶不住啊！先放一边，试一下这个雪碧小龙虾，这个我也是比较持怀疑的态度。这很一般呀，感觉是挺新奇的，但你说它有多好吃吧，好像也很难 get 到那个点。让我在它和13香中间选的话，我毫不犹豫的会选择13香。这个是去了虾线的虾肉，你看，散掉了，这个还好一点。这才是小龙虾的味道吧？不是说去了虾线它的肉一定散，但确实去掉虾线的小龙虾，它的肉更容易散。我找一个没去虾线的，这个是没去虾线的，看这个肉非常紧实，非常饱满，非常的 Q 弹。好吃啊！好了，那总结一下，今天小龙虾的两种网红吃法都有一点不尽人意。这个烤榴莲的味道确实有一点点爆炸啊，非常的上头，我这一时还无法接受。那这个雪碧小龙虾给我的感觉就是平平无奇，说不上好吃，也说不上不好吃。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可以尝试一下。你自己很喜欢这种吃法也说不定。那这期视频最重要的2点，第一个就是小龙虾的挑选，选青虾不选红虾，而且要趁早吃。到了生虾，小龙虾全都进化成铁壳虾，那个时候就不好吃了。第二个就是处理活虾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虾线。虽然这一点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经过我个人的研究对比，发现去虾线确实会影响虾的肉质，它的虾肉更容易散，即便是不散，口感也会下降。所以我个人还是建议小龙虾在热处理完成之后再去虾线。好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不要忘记帮我点一个赞。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